40年前哈，这些志工都来的哈大家那时候是多困苦哈这一次呢所有志工回来的。40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的，所以我们大家的会命一定要在这个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哈。我们也不知道下面会当走，我们就跟走啊呢。所以大家都记住，我们那个时候从做棉花棒、折纱布、去折棉被、折那个被服，还要去过门，这个是大家最记忆最深的哈。好，医院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以前就是这样子，到卡到手啦。真感恩啦！要感恩的呢，除了大医王医、白衣大师以外啦，最感恩就是志工菩萨。没有慈济就没有医院，有慈济就是所有的志工菩萨。还没有医疗之前，总是为贫穷人而付出，不管是劝募，或者是去探访穷困人的，有什么需要、怎么样的困难，都是呢，志工菩萨。再高的山上也去，再偏僻的乡下，他们也去。总是呢，从济贫开始，济贫同时还要教富，因为呢，他们为了要救人，点点滴滴啦，都是要去劝而且呢，跟他们来说道理牵感情这都是志工菩萨。在我们医疗还没有之前，他们已经在做了，已经在铺路了，才有呢今天的慈济啦。我是坚定磐石，传承法脉，为佛教，为众生。我们要把上人的手紧紧牵牢，佛心施治，永不退转。看看当初呢，都是20、30岁、30、40岁、40、50岁，顶多啦。现在呢，看看问他们你几岁啦，都说我今年我想看卖咧，80外啦，师父我90咧。过去呢，在中年的时代，比中年更年轻的时代，他们愿意呢付出，也要照顾家庭，也要照顾慈济的事业，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还在陪伴了慈济。所以呢，你叫我如何不感恩他们？就如严师姐，他们来跟我见面的时，第一回呢就知道他要到日本去进修华道，那就是因为听到师父病医需要气缸，他就毅然的，就是守在花莲，一直到现在，他的青春
一直呢都奉献给慈济了。在医院有的时候呢半夜才回来，有的时候呢一大早天未亮都要出门去，这都是很辛苦的事。不过呢每一天过去都有他来分享早会啦，所以那当阵没有听到他一句的埋怨的话，越是辛苦越是很艰巨的个案，他都是边说边笑。每一件呢愈困难伊笑愈大声这是他很开朗的。其实呢我在那想，也开朗就是表达出了他心灵的辛苦，所以他换一个表情啦，用开朗来代替他心灵的委屈啦。总是呢感恩啦，我们的志工菩萨陪伴，没有菩萨们来陪伴，他也无法这样开朗啦。真正是彼此感恩啦，没有他带你们也不知道路怎么走啦。总而言之呢，人总是爱有双支手啦，光是鼓掌是难免啦所以呢爱有双支手拍起来，人越多啦手越多，所以佛教中呢有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呢就是表达500人所以500人同齐来拍照，这个声音呢都会响亮啦。咱佛教的慈济呢精神大家都是很凝聚也有不少我们都要说感恩的，就是不是佛教徒，但是呢他也来支持慈济，也是慈济的委员。虽然他都说他不是佛教徒，他要上教堂，他要去这个做礼拜等等我都很感恩，也是很祝福。感恩不同的宗教却有共同的一个方向，那就是爱，无私的大爱。我的师父都说，你这一辈子要为佛教为众生，佛教呢没有弘扬出来，如何能为佛教呢？所以呢医疗啦就是最好弘扬佛法的精神，而且是名副其实啦，救人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地藏菩萨呢的看人地藏菩萨若无看忍那有法度呢在人间那降伏刚强的众生呢？那无有观世音菩萨那一份的温柔啦、爱的理念千手千眼那无有呢？大家人好好都是观世音家家弥陀佛那信仰佛法都是信仰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信仰的呢地藏菩萨，所以呢这都是适合人生的心，所以适合人生的心来活用呢共同一个善的方向所以咱病院总是呢共同这份爱的创造，感恩感恩各位志工菩萨爱的能量来支持慈济，感恩了起头带路的人也尽心力用生命一生呢
总是呢投入在慈济，没有第二志哈。那感恩所有的大医王菩萨，但无这大医王呢，如何救人啊？那无这白衣大师啦，那有法度呢？安尼每间病房情啊一离起来呢，马上跑到病床边去。所以讲吼，这都是呢需要彼此感恩呐。感恩大医王与白衣大士，更感恩志公菩萨啊！志公菩萨代替师父向了我们志业体呢，也是双手合十，感恩有大医王，感恩有白衣大士。总而言之，彼此用心，互相感恩，感恩哦，祝大家。